最近这段时间对不少游戏玩家来说简直是过年，好吧？老任的《王国之泪》还有老米的《星穹铁道》，应该让不少小伙伴干坏了吧？刚好我2个都干。想想啊，这些游戏要是只能在一块小小的屏幕上玩，那也太遗憾了吧！看看这块大屏，55寸的 QD OLED 电视，三星 S95Z， 它来了。之后，这台电视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薄。量了一下屏幕，居然只有11毫米，而且它不是那种上面很薄，然后下面一大坨，就是完全一块平板。你要是把它挂在墙上，就真可以无缝。哎，那么问题来了，物理学还是存在的，我的线插哪儿呢？这台 S95Z 的电源和接口其实是被转移到了这个书包上面，听上去好像是为了轻薄投机取巧，但你真用起来，这种书包设计其实是真的很好用的。你看之前我们是怎么给这个电视接线的啊？要么挪电视，要么摸半天找接口，现在就直接把它放在电视支架的背上，或者是像这样摆在底下，有线直接插就可以。还有这个屏幕，大家注意看着，这其实和大部分显示器那种雾面屏不一样，它是像手机上面那种镜面的。相比起雾面屏，观感上面会通透很多，但通透上去了，反射也上去了。尤其是我以前那台电视，完全没有做好抗反射处理。哎，你看这反光，它根本就不是电视，它就是镜子，好吧？再来看看这台 S95Z。对我这种一天恨不得48小时都在打游戏的人来说，这电视要是不能打游戏，那价就直接归零，好吧？而这台电视整整有4个 HDMI 2.1接口，还有 VRR 可变刷新率，支持4K 144赫兹。唯一的问题是，给我整的 Switch 都不知道差哪了。当你把 Xbox、PS5 这些主机接上电视之后，电视就会自动打开游戏模式，长按遥控，电视底下这里就可以看到一些参数和快捷设置。对我来说最实用的还是这个虚拟准星，我 Apex 都是在电视上面打的。你看这个55寸打 Apex 啊，木里外挂，好吧？但是电视虽然把人放大了，但是准星还是只有那么1喵喵。这么大个屏幕，如果用游戏里面自带的准星，5.0的视力都看不见，好吧？还得是用这种大准星才好用。这里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方便的地方，你看我现在这个电视连的是 Switch 嘛，那如果现在玩王国之泪玩累了，想换个游戏，这时候我只要按一下 Xbox 手柄，电视就可以自动切换信号源，切到 Xbox 上面。不知道大家平时玩一些多平台手游的时候，会不会喜欢在大屏幕上面玩？我觉得连个大电视，然后往上面那一摊，用手柄玩起来的体验，可比在手机上那个小小的屏幕上玩爽多了。而且星穹铁道这种回合制游戏，对我来说，用键鼠还是用手柄就没什么差别，所以用这种大屏幕看战斗演绎真的很爽。尤其是可可利亚那场 BOSS 战，用电视看简直哪都燃。有一说一啊，在 LCD 上面玩奥日和在 OLED 电视上玩，完全是2种不同的体验。LCD 电视上面虽然也能感受到它的场景很美，但不一定有惊艳的感觉。但如果是在 S95Z 这种 OLED 的电视上，哪怕只是打开游戏的过场动画，都会让第一次见到的人直接喊出哇塞！更不用提进到游戏里，整个画面的色彩和层次感比 LCD 电视要好太多了。如果你玩的还是一些支持 HDR 的游戏，那差别就更大了。这里我就直接多给大家来一点不同的游戏，看看区别哦。I won't let it slip away. 怎么样，大家更喜欢哪一边呢？要知道，这还只是通过视频里面看出来的区别，实际肉眼看到的差距比这还要明显。在用 OLED 电视之前，我还想着这玩意儿比 LCD 电视能有多大提升？但是当我点开视频，这确实是肉眼可见的提升，特别是对比度，跟大部分电视比起来，简直就是一眼差的区别。真要说哪儿差点意思的话，那是大角度偏色，甚至都不叫大角度，只要稍微偏1喵喵，这个屏幕就开始偏色了。现在啊，只要是台电视，都可以说自己有178度可视角度。要我说 S95Z 才是真正的178度可视角度，别说只偏一点点，哪怕是偏成这样，也几乎没有多少偏色，再大点儿就看不到正面了。了解的小伙伴可能了解了，简单来说 ，QD OLED 就是把原本 OLED 上的红、绿、蓝有机材料换成了一种叫量子点的新材料。除了改善可视角度，其他的像亮度、对比度、屏幕色彩也会有一些提升。更不用说这台电视还通过了潘通的色彩认证。不过毕竟 QD OLED 后面还跟着个 OLED， 所以在显示大面积白色画面的时候，会把全屏的亮度降下来，也算是一种取舍吧。如果你在网页里面截图，画面就会这样。不知道大家
现在面对电视的各种模式，会不会有选择困难症呢？什么标准图像、电影大师，这谁知道咋选啊？哎，三星就在电视里面塞了个什么神经元量子点处理器，打开智能模式之后，电视就会根据你看的片源、房间的环境，自动调整画面的颜色、亮度，甚至是音量大小和声音效果。如果你是对画面的颜色标准有那么一点点要求，你也可以试一下这个智能校准，用一台手机就可以给电视校色。除了画面外，这台 S95Z 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很夸张的地方，就是它的音箱。一般电视都是随便给你整一个20瓦或者30瓦的音响，好一点的上到50瓦就已经很不错了。而三星呢，直接丢给你一个4.2.2声道10个音箱，整整70瓦，还支持杜比全景声，就离谱好吧？不是才11毫米厚吗？居然能塞这么多的音响！我这里直接放一段，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效果。OK， 总结一下 ，S95Z 作为旗舰电视，在硬件基本拉满的情况下，也优化了不少体验。最关键的是没有广告，你就是不把它当成电视，当个主机的大显示器也不是不行。现阶段 QD OLED 面板也确实解决了一些之前 OLED 会遇到的问题，可以期待一下后面三星给玩家们再整点有意思的新产品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